小梦，早就跟你说，嫁给段家太子爷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虽说他双腿有疾，只能坐轮椅，但段家是京城第一世家，对我们整个家族来说有益无害。我穿着婚纱，在化妆间听养父絮絮叨叨。刚挂完电话，手机里的新闻就跳了出来，是小叔陈泽安逃婚现场的照片。我手中的酒杯被他摔到地上，慌张无措，滑稽极了。而新闻的标题极尽嘲讽，像要把我的尊严往地上踩。姚家千金惨遭逃婚，宾客大笑，果然是养女，没人要。小梦，你不该让阿玉喝酒，刚刚带她去医院，差点洗胃了。陈泽安的声音传来，他推开化妆间的门，身旁跟着哭花了妆的谢玉。谢玉细眉微蹙，身上散发出一股成熟女性的韵味，再向我昭告她才是小叔的同龄人。对不起啊，小梦，我也不知道泽安心里把我看得这么重，竟然连你的婚礼都不顾了。哎，我是你小叔无疾而终的初恋，而你呢，只是一个卑微祈求他娶你的舔狗。你该理解你小叔。陈泽安西装革履，本是跟我一起登上婚姻殿堂的新郎庄，可此时他却牵起了谢玉的手。这本来就是小梦的错，该是他来跟你道歉。说完，陈泽安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快来给阿玉认错。可方才敬酒时，明明是谢玉自愿灌下3杯白酒，还精准无误地倒进赶来的陈泽安怀中的。我的手捏紧又松开，最后叹了口气，我不道歉。小叔，阿玉姐，你们走吧，祝你们长长久久，永远不分离。把他们推出去前，我看见陈泽安向我投来了复杂的目光，可不是，分明是祝福新人的台词，却送给了他们。而我摘了头纱，换下婚纱，就像一个普通宾客一样，昂首阔步地走出婚礼现场。自从陈泽安答应娶我之后，我就搬出了姚家，住进了陈泽安的私人别墅。但既然我要嫁给段家太子爷了，也该收拾收拾，从他的地盘滚出去。回了房间，支开保姆，我看见了桌上的那一枚戒指。小叔，我爸爸要逼我嫁给段家太子，求你帮帮我，求你了。那天瓢泼大雨，我跪在陈泽安的别墅楼下，他的屋子灯火通明，却始终不见人出来。直到夜色尽头，迎来黎明，一道心长的身影从别墅走出来，他在我手上放了一枚戒指。你是姚家的养女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可以娶你。这枚戒指就算是求婚，我娶了你，段家也不会再强娶你。他的表情我看不清，可他给我戒指的手放在我的手心，微微颤抖，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。没想到你婚前也住在泽安家，你没有自己家吗？谢玉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。他轻车熟路地走进我的房间，看着屋内的装潢，哼笑道，这房间跟我走之前一模一样，连你也长得和我有几分相似。小梦呀，你恐怕还不知道你是我的替身吧？现在正主回来了，你最好早点离开，免得到时候还要我们亲自来赶。我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打开衣柜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收进行李箱。本就是匆忙搬过来，东西不多。小梦，你又在闹什么？陈泽安回来了。他看见我收拾东西的模样，皱起了眉毛，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现在阿玉回来了，婚礼的事情又等着我处理，你能别在我忙的时候闹脾气添乱吗？他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无可奈何地捏着眉心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考进了陈泽安的母校，于是父母便把我交给陈泽安管，一管就是4年。某天晚上，陈泽安喝醉了酒，把我抱上了床。小梦，他在我耳畔不断呼唤我的名字，静腰涌动，醉生梦死。我们都那个了，以后会结婚吗？事后，我问他。陈泽安凝视了我许久，最后他开口，声音沙哑，我是你小叔，你父亲是我大哥，纵使没有血缘关系，但……他话没有说完便离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理过我。直到段家太子爷提亲，养父惊喜的差点在家里摆酒设宴。早年间把小梦这破烂丫头领养回来，就是冲那算命的说她八字旺嫁。如今段家都来提亲了，真是应验了啊！我是个孤儿，对旁人来说，有用就留着，没用就丢掉。现在陈泽安的白月光回来了，也该把我丢掉了。小叔，我没有闹脾气，我只是想早点搬出去，给你和阿玉姐腾个位置。我拉好行李箱，认真的说。谢玉听了我的话，当即捂住胸口，相当受伤。小梦，你说的好像你是被我逼走的受害者一样，可明明是你抢了我的位置啊！这里之前一直是我的房间，
我还没有追究，你倒先说起来了。我没有回应谢玉，目光投向了陈泽安。早就听说你有一个白月光，原来是阿玉姐。小叔，原来你曾经对我的好，都是把我当成替身。陈泽安腮帮子微动，垂下眼，沉沉的叹了口气，道：小梦，我以为你这姑娘善良温吞，没想到你背地里歪心思竟这么多。阿玉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对她说话怎么总是阴阳怪气的？今晚我和阿玉出去吃饭，你自己留在房间里好好反省反省。我浑身肌肉酸软，明明没做什么事，却好像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原来就是这么想我的吗？被段家提亲时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能辜负陈泽安的爱意，我要去找他。原来都是我一厢情愿啊，小叔。我叫他，然后摊开手掌，露出掌心的那一枚戒指，是当初陈泽安向我求婚时的婚戒。小梦，泽安和我要出去吃饭了，你还想拿婚戒来说事儿吗？谢玉温声道，可声音里有淡淡的冷意，好似在警告我。而陈泽安看着我的眼睛，目光深沉。我不想再看你耍你的小把戏。姚梦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别总是任性，没人会惯着你。我笑了。从前没有人会惯着我，只有你，但现在你也变了。小叔，婚戒还你，我不要了。说完，我的手掌一翻，叮当，婚戒掉落在地。这是我从前真是无比的婚戒，从来舍不得它磕着捧着，而现在它被我当垃圾一样摔在地上。陈泽安瞳孔骤缩，他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丝松动。小梦，他忍了又忍，最后才勉强跟我解释起来。阿玉和我好久不见，他想跟我单独出去叙旧，不是你可以一起跟着的场合。我很快回来，在家乖乖的，行吗？陈泽安还在思考该跟我说什么话，可是一旁的谢玉却发出一声痛呼。啊！阿玉，怎么了？陈泽安顿时慌了，连忙扶住他。胃突然开始痛起来了，可能就是因为小梦灌我的白酒。泽安，可能我出去吃点东西就好了。我走上前，不甘心地说。小叔，我根本没有灌他白酒，是他自己喝的。可是陈泽安却用手肘狠狠地把我撞开，我的后腰个到了桌角，摔倒在地。啊！陈泽安没有理会我，而是担心地半抱着谢玉。阿玉，我们走，先出去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。而我被摔得生疼，愣愣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。小叔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我嘶哑着声音问他，他停住了脚步，侧过头。我知道是我鸠占鹊巢了，我不会再麻烦你跟我结婚的，放心。陈泽安抿着嘴唇，半晌冷声开口。小梦，你说这些威胁的话，你舍不得走的，你的心思太好猜了。谢玉好似女主人的姿态，扯了扯陈泽安的手，好心劝道。哎呀，泽安，小梦也是太喜欢你了呀，她又不是我，跟你年纪相仿，比较懂你吗？陈泽安冷硬的表情变得温柔，冲着谢玉轻轻的笑，两人从我面前离开，好似神仙眷侣。眼泪就这么从我的双眼直直的滑落下来。明明是他先招惹我的，可是为什么现在他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？呆坐到天黑，我才回过神。我忍着疼从地上爬起来，拉着行李箱走出了别墅。我是个孤儿，命运像柳絮一样飘到哪儿算哪儿。小叔这里不要我了，我只能去还能收留我的地方苟活着。再见，陈泽安。那颗婚戒我没有捡起来，孤零零的躺在地板上，留下一抹浅浅的倒影。我回了姚家，但养父没有叫我多留，而是迫不及待的把我送进了段家。这是我们家姚梦让段家太子爷好好验验货，择日办婚礼。他请了记者，第二日我和段家太子爷的婚约登上热搜，媒体都说养女配伯子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我却听说京圈新贵陈泽安因为联系不上姚家养女，急红了眼，快疯了。我像货物一样被连夜送进了段家，快叫大少爷来看看，他要娶的小媳妇儿到了。段家是大家族，人多，大早上的都聚起来，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。段家太子爷姗姗来迟，他坐着轮椅从段家为他特意打造的斜坡上下来。你好，我是段烨。他声音中藏了一点笑意。我是姚梦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了他那对同样笑意盈盈的双眼，接下来的话卡在了喉咙眼里。是你？据说段家少爷儿时走失过几年，被找回来后，双腿便站不起来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他消失的那几年，
是在孤儿院里和我朝夕相处，怪不得他要娶我。好久不见，姚梦。段业遣散了其他人，只叫上管家，带着我选房间。每间房都是特意为你提前布置好的，你只需要选你最喜欢的。被养父从孤儿院接到姚家，他事事都为我安排好，从未问过一句我喜欢不喜欢。我有些无措，正想摆手推脱，段业却开始犹豫起来。他垂下眼帘，我腿脚不好，怕你跟我一个房间住受委屈。我私心想着，对你好一点，你以后也少嫌弃我一点。我从未感受过别人真正的爱意，即便是陈泽安，我也只觉得他若隐若现的。最后我选了和段业挨得最近的一间房，刚弄好行李准备歇息，电话就响起来了。是个陌生号码，接通后我竟发现是陈泽安的声音。小梦，我没办法给你发消息，也打不通你的电话，你到底在任性些什么？还有，陈泽安的呼吸有些颤抖。你和段业的婚约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才1天不见，我却觉得陈泽安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。我的人生已经活到了下一阶段，可陈泽安还停在以前，不停质问我。泽安，估计就是小梦自己买的热搜了。说到底，段家太子爷就算跛脚，也是京圈段家的长子，小梦区区一个养女，怎么可能够得上？说不定之前他说段家太子爷想跟他联姻的事，也是他编的。谢玉在电话那头柔柔道，原来他们俩现在还在一起。我听到陈泽安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，紧接着他的声音压低道，小梦，3个小时内回家，把所有事情说清楚，还有给你阿玉姐道歉。据我对陈泽安的了解，陈泽安这个状态已经特别生气了。大学时候我夜不归宿，和同学出去泡酒吧，被他一个电话叫出来。他一身黑衣，撑着伞站在酒吧门口，薄唇轻启。上车。那次陈泽安把我带回了当时他住的公寓，上下课亲自接送我，把我硬生生关了1个月，才让我恢复自由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就灰溜溜认怂了，可这次我却淡淡道，我不，小叔，我早就成年了，你没资格管我。陈泽安呼吸一滞，下意识出声呵斥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姚梦，我数3声，3、2。我立马打断他，语速飞快，你别数了。陈泽安，我只是姚家的养女，他们眼里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物件，没人打心底把我当家人。而你更是个跟姚家，跟我养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是我的谁？陈泽安立马说，我是你的未婚。他没说完，我就挂掉了电话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喘着粗气。段家老爷子生辰在即，我和段业的婚礼自然推后，而老爷子举办的寿辰宴会，陈泽安也被邀请在列。爷爷叫我过去找他，小梦，你自己在宴会厅逛逛，不要乱跑。段业推着轮椅离开后，我独自选着小点心吃，却被一个宽阔的胸膛拦住去路。小梦，姚家不是从不让你参加重要宴会吗？难不成你是没有邀请函偷溜进来的？谢玉的声音先传来，他声音不小，不少人的目光穿过来。我脸上一红，抬起头，陈泽安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他面无表情，不是不想跟我再见了吗？电话里还敢指名道姓的叫我，不好好叫小叔。姚梦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我放下手里的点心，侧过头道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我要是知道你要来，我把自己锁起来也不见你。狠话一放完，我立马就要转身离开，可陈泽安却死死拉住了我。姚梦，我去姚家找不到你，你爸爸也不愿意告诉我你在哪儿。我不管你要往哪里躲，但今天好好跟在我后面，直到宴会结束，和我一起回家。谢玉站在一旁，脸上温柔的笑意快维持不住了，他忽地亮声道，小梦呀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不会是攀不上段家太子爷，在外边去找哪个老男人包养了吧？要我说，现在的小女孩就是虚荣，离不了男人。他话一出口，身旁听见的人便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她就是那个姚家养女，没想到这么不要脸。是啊，亏我当初还以为她是个可怜姑娘。听到在外面找男人这句话，陈泽安的面色更阴沉了。他拉着我的手用了劲，把我拽得一个踉跄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婚礼只是延后举行而已吗？好，你心急是吧？我今晚就叫人准备，明天我们就去结婚。回去你跟我好好解释，那个男人究竟是谁？
我死命挣扎着，大叫道：你放开我！陈泽安一愣，随后有些咬牙切齿。姚梦，你最近是吃了炮仗吗？脾气这么大，你以前可是很听话的。我因为挣扎变得有些狼狈，但我依旧狠狠盯着他。陈泽安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不是我的谁，我和你没有关系。婚戒我已经还给你了，你不用勉强跟我结婚了。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就算我死在外面也不会来找你。陈泽安没有了动作，良久，他才冷笑道：小梦，你不可能不来找我，在你身边值得依靠的人就只有我一人。你这场脾气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发完？非得闹到人尽皆知才满意吗？谢玉在旁边扑哧一声笑了。唉，叛逆期的晚辈就是这样，恨不得让全天下来替他评理啊。他走到陈泽安旁，倨傲地看着我，话确实对陈泽安说的。泽安，说到底，我们这样的长辈就是跟小梦有代沟。小梦要跟你结婚，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幻想啊。谢玉本意是想刺激我，可没料到，听到幻想二字，陈泽安却忽然变成了木头人一样，僵住了。片刻，他垂下头，大手摸着我的下巴，再次一字一句地质问我：那个男人是谁？是比我年轻，还是比我长得更合你心意？你说啊。四周寂静无声，让陈总失望了，那个男人是我。一道清润的声音响起，段业坐着轮椅过来，语气温和：抱歉，我虽和小梦同龄，却是个跛脚。幸运的是，小梦愿意下嫁给我。他说着，从呆滞的陈泽安手里接过了我的手，温柔道：我来晚了。谢玉忍不住惊叫出声：段业，你竟然真的要嫁给段业？小梦，你到底是使了什么手段？难道是牺牲色相，迎合一个脖子吗？谢玉说完，陈泽安立马轻咳了一声，示意他慎言。连温润如玉的段业也眯起眼一笑：陈总，你就是为了这样的女人抛弃我们小梦的吗？眼光真差，不过谢谢你眼光差。陈泽安没有搭理段业，反而是认真的看着我，他问：你是自愿的？你爸没有逼你？小梦，我知道姚大哥凡事利益为先，总爱逼着你做选择。你好好跟小叔说，小叔说什么也要把你救出来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回握住段业的手。我没有被逼，是我主动提出要嫁给段业的。我转头看见段业竟也在看我，我们目光相对，他竟率先垂下了眼帘。我笑了笑，道：我本对日后的联姻并无太多期待，但是我却没想到段业这么好。陈泽安看着我脸上的温柔笑意，气急，声音提高：他只是一个脖子，他能给你什么？我还没说话，段业却开口了：我能给他太多了，权力、地位、金钱，还有……段业看了看陈泽安身边的谢玉，道：只独属于他一人的偏爱，这一点陈总怕是无法办到吧？陈泽安手被青筋抱起，他像是被说中了心事，露出了一瞬难堪的神色，可他依旧执拗地看着我，扶住我的肩。小梦，你一定是被逼的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家，我给你一场婚礼，给你新的婚戒，什么都给你最好的。别闹脾气了啊！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陈泽安的眼睛告诉我，只要我现在松口，一切都能回到以前。可我不想回到过去了，若即若离，患得患失，太痛苦了。我轻轻地挣脱开他，倔强道：不。陈泽安的手还停在半空，他的眼底红了，就在那里看着我愣神。然后他的肩膀垮下来，看着我推着段业的轮椅走远。我不属于他，不属于任何人。尽管身如飘絮，无可奈何，但我也会尽可能的，努力的，把我不想要的东西推远。寿辰结束，和段业一起坐在返程的车上。我还在想着刚才的事，车厢安静，段业突然的开口打破了这片寂静。还在想那个男人？我没反应过来，只道：啊。段业声音轻飘飘的，话像珠子一样从他嘴里吐出来：小叔喜欢年纪大的啊？爸总虐恋，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吗？小梦，你都要嫁给我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桃花债啊？我被他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手足无措，连忙解释：不是这样的，我已经和陈泽安说清楚了，是他非要缠着我，而且他白月光回来了，他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段业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逗你的。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。段业的手指修长，因为常年坐轮椅，体质不好，
手心有些冰。看你晃神，想吸引一下你的注意力。不过你真觉得那陈泽安喜欢他那个白月光吗？段业若有所思地问我。我点点头，叹了口气。阿玉姐是陈泽安的初恋，当初他出国了，陈泽安看我长得跟他像，可能那天他也是把我认成他了吧。段业手指点着车里的皮椅，轻声道。是吗？我看不一定。那个陈泽安拧巴又偏执，他这样的人你最好远离。我转过头，段业正好把手伸过来，有些用力地捏我的脸。知道了吗，未来段夫人？段家门庭若市，经常有人登门拜访。我梳妆下楼，竟看见客厅来了个不速之客。昨天的贺寿礼没来得及送给老先生，今日特地来拜访。陈泽安衣冠楚楚，正在叫下人搬东西。他目光一抬，便对上了正在楼梯上的我。我抿着唇不说话，陈泽安却朝我招了招手，道：小梦，过来。老爷子在场，我也不好扫了兴致，只得下楼，发现段业竟也坐在沙发上。他斜靠着沙发背，丧着脸瞧着陈泽安。我刚走到陈泽安旁边，就被他紧紧揽着，他笑着在老爷子面前客套。小梦是我侄女，一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如今过来段家，实在是叨扰你们了。陈泽安刚说完，段业就在一旁阴阳道：没有血缘关系，算什么叔侄？陈总，别攀关系了。听到自家小辈乱说话，老爷子训斥了一声，段业不满地侧过头冷哼。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小梦大学4年，也是我来做他家长。和段大少爷比起来，我确实陪小梦更久。你又了解小梦多少呢？他们四目相对，快要擦出火花来，我连忙打断。当然是我未来老公了解我呀。我跑到段业身边坐下，亲昵地抱着他的胳膊，我明显感觉到身边人的身体开始发热。再说了，段业小时候流落的孤儿院，正好和我在的是一家。若不是爸爸把我领养了，我和段业就能早点重逢了。小叔，你就安安心心送我出嫁吧。我笑意盈盈地看着陈泽安。陈泽安垂手看着我，他独自站在那儿，看起来倒真像个孤家寡人了。老爷子把陈泽安留下来吃饭，午后我在花园散步，正巧撞上迎面而来的陈泽安。我下意识就要绕道走。小梦，别躲我行吗？我停住了脚步，冷冷地看着他，道：陈总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陈泽安听到这话，笑得有些凄凉。刚刚还一口一个小叔，现在又要叫我陈总了。小梦，你变得真快。我转过身，变得快的是你吧？说走就走，说留就留。婚礼举行到一半，当着宾客的面和别的女人跑了。陈总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别人？我声音轻灵灵的，直往陈泽安心尖上扎。他在烈日下竟显得落寞。然后他艰涩开口：对不起。我愣住了。陈泽安看似圆滑，实则倨傲，道歉的话他从不会说。小梦，是我不好，我也不知我是怎么了，以前总碍着我们的辈分，不敢靠近你，可我却不舍得离开你，我竟然现在才后知后觉，我舍不得让你走，太迟了。我静静地看着陈泽安，我现在依旧可以放弃段业，再次奔赴陈泽安，可是他悔悟的太迟了，迟到我心意已决。舍不得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舍得。陈泽安身形一晃，他缓慢的抬眼，毫不掩饰他的震惊和伤心。你舍得？陈泽安甚至没察觉，自己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。你怎么可以舍得？我静静的后退一步，可我往后退，陈泽安就往前。小梦，跟我回家，一切从头开始。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我喜欢你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你不要相信阿玉口中的什么白月光替身，他都是为了刺激你骗你的。我反问道，你既然知道他在骗我，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解释？为什么谢玉一次又一次侮辱我的时候，你永远冷眼旁观？陈泽安不再往前走了。是我不好，我看不清自己对你的感情。我这些天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我爱的是阿玉，可是我的心骗不了我。小梦，其实我喜欢的是你。陈泽安看着我的眼神竟有些可怜。原谅我吧。我还没说话，段业过来了。小梦，我找了你好久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他推着轮椅走到我身旁，仿佛这时才看见陈泽安，夸张道：咦，小叔还没走吗？看见有人来，陈泽安的表情恢复过来，有些没好气。
你叫我小叔做什么？段业笑了，一把拦住我的腰，宣誓主权一般看着陈泽安。我老婆的小叔，自然也是我的小叔。小叔，我们的婚礼记得参加。婚礼那天来得很快，我再一次穿上了婚纱。可这次没有人再当着我的面逃婚了。只要我在人群中搜寻段业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就会抬起头对我笑。上次和陈泽安的婚礼准备的仓促，连敬酒服都没有，我还得穿着不合身的婚纱敬酒。而这次我穿着定制的敬酒服，一桌一桌的敬酒。走到陈泽安那桌前，他率先站了起来。他看着我，目光微动。今天这事儿好看。谢玉依旧站在他身旁，面色阴冷。小梦，现在你嫁到了段家，也是志得意满了。嫁出去以后，可别忘了姚家给你的恩惠啊。说完，谢玉端起我拿来的小酒杯，一口气灌了3杯白酒。陈泽安一惊，可他动作太快，拦也拦不住。谢玉立马往下倒，虚弱地说：泽安，我要让你清楚，你心里到底爱谁。我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。陈泽安把谢玉放在椅子上，竟给谢玉的助理打了电话。他又喝酒，来把他接走，我还有要事要做。谢玉不可置信道：泽安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一个人？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阿玉姐，你没发现我刚刚端来的都是茶水吗？我知道你酒精过敏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没想到阿玉姐演技这么好，到现在都还要栽赃我。谢玉的动静并不算小，身边的人几乎都在往这边看笑话。我话一说完，立刻有人也笑了。陈总，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？这出戏还真好看，谢玉小姐真是辛苦了。谢玉的脸越来越红，像个猴屁股。他对着陈泽安小声撒娇道：泽安，你看看他，小梦害我多丢脸。陈泽安拿纸巾擦了擦手，冷静道：你自己先陷害人，还有理了。这酒席我看你也别吃了，赶紧出去，我叫了你助理来接你。谢玉还想说什么，陈泽安一个眼刀扫过去：以后别来找我，我习惯独来独往，不想身边有个祸害。谢玉的眼睛顿时红了，他看了看陈泽安，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拿着包飞快离开。他走后，陈泽安才有些迟疑地对我说：小梦，谢玉被我赶走了，你消了一点气了吗？我柔柔地笑了。消什么气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何谈原谅？陈泽安眼睛一亮，我却道：小叔，我早就对你失望了，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，恨没有，爱也没有，你放弃吧。陈泽安看着一身红妆的我，随后缓缓地坐下，可他嘴里还是低声道：我不放弃，小梦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谢玉在我婚礼上闹的这一出，人尽皆知。很快他在名流圈子混不下去，找了个由头又出国了。陈泽安的公司忽然来了个大生意，但却要出国数年。这些日子他总是来纠缠我，一听这个消息，我松了口气。可没想到临走前一夜，陈泽安来找我了。小梦，你想不想我走？下了雨，我打着伞，陈泽安却在雨中。他浑身湿透了，我却没有想着给他撑伞。你走不走，关我什么事？其实我心里还是想他早点滚的。可是陈泽安不是我的谁，我没有立场干涉他的决定。陈泽安却露出受伤的眼神。小梦，我宁愿你骂我，你就算骂我，我也能知道你对我还有一点感情。我叹了口气道：我怎么会骂你呢？小叔，尊老爱幼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陈泽安站在雨里没有动，而我回头看见段业早就在后面等着我了。小梦，我们回家吧。是夜，婚礼一天下来累得要死，再加上后面都在见各种各样的亲戚，我和段业忙得脚不沾地，每天晚上都是累到各回个家睡觉了。现在总算是闲下来，段业忽然给我发消息，让我去他房间。小梦，我们好像少了个步骤。段业笑意盈盈，我们还没洞房呢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正在思考该怎么处理他的轮椅，可段业竟撑着轮椅站了起来。啊，你，我吓得一跌，他连忙扶住我。段业身姿心长，足足高了我一个头。我这时才发现，他虽看着清瘦，实则非常有劲。你怎么能站起来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段业笑了，把我拥入怀中。一直都可以。段家家大业大，在我继承老爷子的位置前要守拙。对不起，
把你也给骗了。以后这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秘密。还有，收起你怀疑的目光，你老公我很行的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